今天我们就使用咸蛋黄来制作这款烧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制作一款比较不一样的烧肉。今天的烧肉就是咸蛋烧肉。其实在众多视频里面呢，我发现就是烧肉的视频呢，就是最多人观看的。什么制作吐司啊、蛋糕啊、叉烧啊，都不敌这个烧肉。所以我又去菜市场买了一块肥猪肉，就是这个五花肉。今天买的这块五花肉呢，并不会说太过厚，就是刚刚好，厚度大概是3到4公分左右。要怎么选择五花肉呢？其实这五花肉呢，就是当你卷起来的时候能够刚刚好卷完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首先呢，就把五花肉切开，就从中间呢切成上下两半。切完之后呢，就像这样子变成一条非常长的一条肉了。这里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它切断哦。这里可以看得到，卷起来的时候呢，这个皮是刚刚好可以包住所有的肉的。为了使这块肉更加容易入味呢，就在肉表面呢划上几刀，这几刀也不要太过用力，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切穿的。在皮的部分呢，就先用刀在上面刮，这样子呢可以刮出那些肮脏东西，也可以把那些多余的毛呢都去除掉。然后在表皮呢插孔，有工具的话就使用工具来刺这些洞，没有的话像我这样子用刀也可以的。这个步骤必须要小心，不然就插到自己的手指了。之后呢，使用厨房纸把一部分的水分吸干。然后呢，在猪的表皮呢就涂上一层盐，这样可以帮助脱水，就是把皮的水分溢出来。这样子烤的时候呢，这个皮就比较容易变成酥脆。在等待的同时，我们处理咸蛋。取出几个咸蛋黄，咸蛋黄可以多放一点。400到500克的猪肉呢，需要大概3到5克的这个咸蛋黄，然后大火蒸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。必须要把咸蛋黄蒸得熟透为止，就是那种一捏就碎的那种状态。这个时候回到这个猪肉的方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水分已经渗透出来了。我们可以使用厨房纸把多余的水分吸收干。吸干水之后，再涂上第2层的盐，之后再静止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。接着在皮的表层涂上这层盐呢，是有助于把皮里面的水分都吸出来，所以这个步骤呢，我们至少要做2次。如果在第二次你发现，如果在第二次你还是发现表皮还是很多水分的话，你可以再多做几次。由于咸蛋黄是今天使用的调味料之一呢，因为咸蛋黄呢就已经属于是咸的东西了，所以在盐的部分呢就不会加那么多了。在等待的同时，我们处理腌制的材料。由于我们是使用咸蛋黄作为主要的腌制材料，五香粉的话就越少就越好，不然的话五香粉的味道就会盖过咸蛋的味道了。至于盐的话，可以不用太多，一点点就好了，因为咸蛋黄也是咸的。如果你加太多盐的话，整块猪肉、整块烧肉呢就变成非常非常咸了。也可以加入少许糖，这样可以提鲜。还有就是准备一些料酒。这个时候咸蛋黄已经蒸好了，我们用叉子把它压碎。再回到猪肉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表皮已经渗出很多水分了，使用纸巾把多余的水分吸干。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腌制猪肉，首先抹上一层料酒。里里外外都要抹上这个料酒。
涂上一层薄薄的五香粉，撒上一些黑胡椒粉，最后呢就是抹上这个咸蛋，均匀的把咸蛋抹在各个角落。现在把猪肉翻转过来，用纸巾把多余的盐分清理干净，抹上一层小苏打粉，确保表面是干的，就是没有水分的。最后我们在皮的表层呢，再涂上一层醋，涂上一层醋呢是有助于把皮烤得更加酥脆。然后在表皮涂上一层白醋，这样子呢可以使这个猪皮呢烤的时候会更加酥脆，也能够中和一部分的咸味。最后呢就把猪肉卷起来，就是把切出来的那一层开始卷起。卷好之后呢，变成一块非常美丽的猪肉卷了。然后用绳子把猪肉卷绑紧。大家尽量不要使用像这样子的绳子，因为这种绳子呢很多毛，会影响成品的。多绑几圈，绑得越扎实就越好。然后用保鲜膜包裹起来，放进冰橱冷藏至少1个小时。由于这次使用的调味料呢，跟平时做烧肉的调味料都是不一样的，而且是使用到咸蛋黄，所以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让它比较入味，提前半小时拿出来解冻。解冻呢，就是让它回到室温。因为如果是冰冷的话，直接拿去烤的话呢，就会担心里面就不够熟透。现在呢就已经回到室温了，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这些蛋黄的油呢已经流出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准备烤箱，把它放进烤箱去烤。现在呢就把这个已经回到室温的这块肉呢放进烤箱里面去烤，尽量放在烤箱的上层，这样子呢会比较接近这个发热管，成功的几率也会比较大。烤箱的温度大概是220到250度左右。当上层的皮已经烤好之后呢，就把它翻转去另外一面，就是把每一面都烤到金黄色就可以了。整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呢，大概是45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。好了，现在这烧肉呢就已经烤好了。大家还可以听到有这个酥脆的声音。现在把这绳子剪掉。你看这表皮是多么的酥脆。现在把这个烧肉切出来看一看，看到就食欲大增了。一层肉，一层咸蛋黄。在香港吃烧肉还会沾上这个黄芥末酱，烧肉加上黄芥末酱是非常美味的，大家不妨试一试吧。你学会了吗？关注我，点个赞。想了解更多，请到留言区。